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《愛情保衛戰》。好了，來認識一下今天的嘉賓，請開門。首先要療癒的是本期第一對情感嘉賓王先生，42歲，來自青島，私營業主；劉女士，39歲，來自青島，酒館老闆。他們究竟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呢？感情中最大的問題，我娶的是老婆，不是財務總監。我在外打拼創業，身為老闆一點話語權都沒有，事事都要向他匯報請示。花錢大手大腳，沒有一點規劃，天天想方設法把我從公司攆出去。你希望對方怎麼改正？生活裡別處處摳門算計，只想着省錢。說好的享受生活呢？與其這樣，還不如要個孩子。認可我的付出和我的價值，別總瞧不起人。沒有我，家和公司早就垮了。哎，我就想說這女士哈，這劉總，你剛才看那個小片裡自己那個面部表情，你評價一下，可沒有你本人好看啊。謝謝謝謝。當時確實比較激動啊，因為這一次來節目組也是這樣子，他是對我的控訴特別的多。那我今天的話帶着計算器，也是要跟他好好的說道。所以你們倆是他要求來的？對，先生想来控訴的。是這樣的。要不咱們先讓他說说，咱聽聽。我可以先說一下我們兩個怎麼認識的啊？行，我們兩個是在2013年在烟台認識的。那一年我的這個生日願望就是想找一個高富帥談戀愛。後來我就認識了他，10天的時間，然後我們兩個就確認戀愛關係了。他追的我，你看把老公樂的。那高富帥當時你也看上他了是吧？一眼就看上了。我們結婚以後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創業。然後呢，在我創業開公司的第一天，他就一直要加入到公司裡面去，我呢就一直不同意，因為這個事我們吵了很長時間的架。但實際上呢？實際上最後還是參與了。我為什麼要參與進去呢？首先我在沒有開酒館之前，我是一家公司的高管，我覺得我是有能力的，但是他是堅決反對。後來開了公司大概半年的時間，他借網貸發工資，所以這個事情我就進到公司裡邊去了。他進到公司之後，我的噩夢就開始了，天天拿着計算器追在我屁股後面，給我算成本。做的第一件所謂的實事，就是把所有員工的福利都取消了。正好啊，今天我帶計算器了，我給大家算一筆賬，為什麼我會取消掉這些福利啊？我們公司的抽紙是免費的，2塊錢一包，一個月一個人就得用10包，因為不是自己的東西，他就是這麼浪費的。12個員工，一個月就是240塊錢。240加，還有下午茶呢，下午茶人均20塊錢，12個員工22工作日，這就是5280塊錢呀。還有我們還有零食呢，員工零食一個周就得50塊錢哦，4個周12個人，那就是2400塊錢呢。2400加，然後每個月還得搞個團建，12個人就是2400塊錢。2400加，最搞笑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這麼小的公司，還要請一個保潔來打掃衛生，2000塊錢啊。2000加等於12320塊錢，這是小錢嗎？你都給他控制了，我直接全砍掉了。哎，稍等，那入项呢？这是出项，入项的一個月營業額？那個時候其實是不盈利的，0。是這樣，我做的公司是獵頭公司，從創建到聯繫我們的客戶，然後到完成客戶的服務，它的周期基本上都是半年左右。這是他控制錢，就幫你節約成本啊。對。那你要花錢的時候，你比如說你要投入的時候呢，這錢能要得出來嗎？我可以明確的回答，我要不出來。他進了公司之後呢，大概到2年，公司盈利狀況其實還不錯。那個時候我希望再開創一個新的賺錢的項目，然後他說你休想。我肯定不同意啊，都沒有做過市場調研就直接過來跟我要錢，那我肯定不會同意的。然後我這樣給投資人講項目一樣做了個 PPT， 然後這個方案到他那兒又說你休想，就給我做了一個 PPT， 就想跟我要錢，那不現實，因為沒有落地的東西，沒有市场考察，沒有調研，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虛的。你不是還立了個軍令狀嗎？是，因為這個方案不行。然後這個軍令狀呢，我確實立了，但是在立之前，我已經被氣得
無法用言語來形容了。所以我们连續吵了好幾天架，導致我某一天實在受不了了，我收拾衣服塞進包裡面，我回娘家了。啊，回哪兒了？我回我媽媽那裡住了。然後氣得小媳婦兒回娘家了。對，都快掉小珍珠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！啊，一般不都是氣回娘家了，那個把人家氣走的那人得去哄啊。回娘家以後有人來哄你接你嗎？那我不可能去接他的。你回去了多久啊？回去住了大概3天吧，我就自己寫了一個軍令狀。這個軍令狀這次我也帶來了。我寫的關鍵的內容就是，如果我要做這個新項目的話，我要在3個月之內盈利，否則以後我要什麼錢他都不會再給我了。這事兒成了嗎？最後？然後我回去之後呢，曉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終於是同意了。哦，而且同意了之後，我確實帶着大家伙把這個項目在第3個月的時候做到盈利狀態了。那我覺得這個項目成功有我的一半。但是剛才你不是上來介紹你現在是一個酒吧的老闆？對，說到這裡哈，我覺得真的我應該是被預謀了。在前幾年的時候，他美其名曰說要給我開一個小酒館，要實現我的夢想，你就愛你的表現啊。對，然後什麼東西都弄好了，就差付款了，讓我付錢。如果我不付錢的話，就有違約金呀。沒有辦法，我只有開了。哎，不是，先生你別笑，你說說你的初衷是啥？實際上，我跟他剛剛認識的時候，當時他說我的夢想就是想開一個自己的小酒吧。我其實一直記了很多年，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錢，實現不了他這個夢想。前2年我覺得這個夢想可以給他一個答案了，所以我很用心的準備。最後我是想把這個東西當成一個禮物呈現給他，驚喜。當時是驚喜了。但是後來我發現這個事兒不對勁兒。自從開了這個小酒館之後，我80%的時間都在小酒館身上。現在我沒有時間管公司的事，所以在年初的時候，他又跟我說要錢，說要做一個 AI 項目，我又不同意，我肯定不同意啊。實際上是你不信任我。剛才說的全都是成功的案例，但是失敗的呢，就好像他在前2年的時候做了一個美工外包的項目，一開始第1個月掙錢了，過來跟我沾沾自喜，很高興，然後第2月的時候就開始賠錢，最終黃了。不好意思打斷一下，我怎麼聽你們夫妻2口子上來講的全是公司的事兒？那聽起來你們生活中其實是沒有矛盾，過日子沒矛盾。也有矛盾，我不太喜歡借錢，他沒錢，所有的錢都在我手裡。他只有一張信用卡，還是綁定在我的手機上。因為我們2個人是在青島，我個人呢比較喜歡吃海鮮，所以有一次過節的時候，我買了幾隻螃蟹，花了幾百塊錢。買回家之後呢，我其實就是希望解解饞，然後也希望過節的時候家人在一塊吃好一點的東西。結果回家之後呢，我挨了一通罵。從此以後，我的零用錢又減少了，我1個月50塊錢。在我的這種消費觀當中，就是該省省，該花花。那逢年過節，這個螃蟹溢價很厲害呀。平時180就能買到的螃蟹，一到過節的時候就200-300、300-400，提前吃不行嗎？那為什麼一定要過節吃？那個時候的螃蟹很香嗎？就那個時候想吃。那我覺得不是，我覺得就吃的那種體驗，這種體驗我覺得我理解不了。如果他想跟我這樣，我就想自由的吃螃蟹了，先離婚是吧？這個東西上升了啊，看不下去了。混到42歲了，吃幾百塊錢螃蟹的前提就是跟您離婚，是不是？他可以跟他爸媽要錢吃。哎呀，行，咱最後同意，同意，可以吃了，同意，可以吃，但是不要从我這裡出錢吃。哎，先生也還透露了一下，自此之後每個月只有50塊錢的零花錢，真的呀？每個月呀？那你一點業餘愛好或者自己可以控制的錢都沒有？他知道我沒有任何的不良嗜好，這輩子都沒放肆過，想發個脾氣都不敢。哎，我問個問題啊，那如果先生比如說他有員工嗎？我要請員工吃個飯，這錢怎麼辦？單獨申請嗎？對，是要單獨申請，但是提前報備一下，會有意外的事情發生，比如說客戶會飯點突然間就來找我，然後我們聊着聊着一塊吃中午飯，然後我要付賬了，發現壞了，付不了，我給他打電話，那個時候可能他有事，他沒接。我只好給我的員工打電話。你沒有提前報備啊，這個事情。這個事情怎麼提前報備？哎呀，也是挺尷尬的。這是花錢上都得受他控制，那要消費呢？所有事情都是我來處理。基本不會有我的參與。
因為他平時花錢大手大腳呀。他干啥大手大脚了？几百块钱的螃蟹，那是后来约束他的呀。他以前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，以前的时候只要到他口袋裡的錢，他都會花出去的。是這樣，公司發展到一定程度，我認為啊，就是我們要見重要客戶的時候，是要開一個差不多的車，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就自作主張，花了17、18萬吧，買了個2手的品牌車。然後就放在公司，讓員工去見客戶的時候可以開着去，我自己偶爾也會用，還是被他發現了，因為當時我還有一張信用卡，我現在沒有了啊，因為那件事我信用卡被他停掉了，我當時是用信用卡做的分期。小片當中，我記得男生說過一句話，說與其這樣，我還不如要個孩子，這啥意思啊？因為我們在結婚的時候，我們已經決定做丁克了，好好的享受生活，但是現在好像我們的生活沒有什麼質量。我賺錢不知道為了什麼，這是兩碼事啊。因為做丁克這個事情，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說好了，這和後來發生這些事情沒有關係。你別跟我說你現在後悔了，想要孩子了啊。我的本意不是說想要孩子，我的本意仍然是告訴他不要這麼摳了，就想享受生活是吧？對，我們兩個是丁克，養老是個問題。那我們現在的話就是少花一點。而且我的觀點是，該省省，該花花，不是說完全不花。螃蟹可以吃，只是說節假日不要吃，太貴了。哎，咱家現在攢下錢了嗎？攢了，真正覺得夠養老錢了嗎？夠，因為我沒有什麼花錢的地方，所以我覺得夠。那我們還有4個父母還要養。哎，我還是覺得你太摳了。各位老師，你們有見過一個50人公司的老闆？上班通勤的時候一定要拉個順風車嗎？你當順風車司機，因為油錢是他出嘛，他給加油嘛，所以順風車過來那就是我賺的嘍。你是為了賺點零花錢？對。哎，你不憋屈嗎？憋屈啊。想過反抗嗎？反抗不了。為什麼？因為在我這兒沒有離婚的選項，所以我只好就是溝通，再溝通，所以才來的。所以我才來。聽聽老師們的意見吧。劉女士是吧？民法典規定，夫妻之間對於共同財產有平等處理權。你猜猜這平等處理權指的是什麼？就是吃螃蟹不能節假日吃，就是公司的這些經營、投資項目，這些只能你說了算。不對，平等處理權是指的這些事兒大家要商量着辦。如果我要告訴你，家庭暴力的範圍會擴展到精神層面和財務控制，你覺得你能接受嗎？但是在家裡是講愛的，不是講法的。你既然跟我講愛，那我問你，剛才說了這麼多，我們講了也這麼多，讓我在哪看到了愛呢？除了看到了錢，我沒看到愛。你告訴我，節日不吃螃蟹，什麼時候吃？那如果說別的時間也能吃，它跟節日吃的意義一樣嗎？想過嗎？你有沒有感覺一點，就是他什麼事兒都瞞着你，都不跟你說。對，就跟管小孩一樣，你越控制他，越嚇唬他，他越不敢跟你說。你就不能想想他為什麼不跟你說這些實話嗎？你是他最親近的人了。是，錢是錢。幹什麼用的？生活是平凡，平凡就應該什麼味道都沒有嗎？你們兩個人結婚這麼多年了，他能記着你在閒時的跟他說的那一句話，說我有一個開酒吧的夢想。在一個男人什麼都不是的時候，他把這個信念種在了自己的心裡，然後說我要努力，我要有一天把這個酒吧端在他的面前。然後呢，你的反饋是什麼？我感覺他在拴我。您现在是女老板，您知道2個字要經營，對吧？好，婚姻感情需要經營嗎？你經營了嗎？自己想。就到這裡。謝謝侯律。
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師的觀眾朋友呢，有個非常簡單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啊。我們去關注天津離婚律師侯元轩、唐鑫律師的抖音號，你有法律相關的問題呢，都可以前去諮詢。這個先生，剛才侯律師說的時候，我看你也是流淚了哈，是什麼讓你共情到落淚呢？就是我愛他。你剛才也說了，與其這樣，不如要個孩子。我能強調一下這個問題，你今天來42歲了哈，一個70歲男兒，你是不是衝着想要孩子來的？確實不是的，是因為我只是在兩者當中選一個可以讓我花錢的理由。所以我只是在提醒他，我們還是要過好我們的生活。那如果說他還是保持這種財務管理，這種不自由，你是一定要這個孩子嗎？不會。所以你就沒有一個底線和制約他的標準，行吧？就無論怎樣，他怎麼欺負你，你都不會離婚；你怎麼壓抑，怎麼覺得是深淵，你都不會離婚；要不要孩子，也都不會離婚。是的，懂了。過得這麼卑微，這麼難受，你又不選擇離婚，我真不明白這位男士，你是怎麼挺過來的呀？我覺得劉總，你就是抓定了他不敢離婚，他愛你，所以你有恃無恐的、明目張膽的去欺負老實人，連吃一個海鮮都要等到什麼過了節假日，一點點小小的精神上的滿足都要被你責備。但是我覺得這是愛他的表現呀。是愛他的表現嗎？50塊錢連一個人的尊嚴都沒有了，這是愛他的表現嗎？他之所以50塊錢，是因為他以前花錢大手大腳造成的。他沒跟你結婚之前，他也挺好的，但他攢不下錢。他自己說他很壓抑，他幸福嗎？他攢不下錢呀。那以後我們老了怎麼辦呀？所以說你心窮啊，你連上台你都拿個計算機，是不是？你把白老师氣的，白老师很少這麼替男生說話。真的是，哎呦天哪！老王，你有樂趣嗎？我知道你為什麼想要一孩子，因為我在這判斷你哪個角色都沒什麼樂趣。你說你做老闆，還得跟客戶吃飯，讓員工來結賬，所有員工看在眼裡，這老闆是有多不幸福。買個車得買一輛2手車，然後還導致信用卡被老婆沒收。你剛才說最近幾年找不着賺錢動機了是吧？因為賺了錢也不是你的。然後你做丈夫的樂趣在哪兒？几百塊錢的螃蟹也得看着時辰吃。你告訴我，你生活裡有什麼樂趣嗎？應該是沒有吧。哎，劉女士，你告訴我，你丈夫幸福嗎？在沒來之前，我認為他是幸福的。現在你覺得他幸福嗎？要打個問號。你問問他，別在這兒打問號。你問問他，你幸福嗎？你娶我幸福嗎？幸福。別，娶你的幸福是13年前，我問的是此時此刻過得幸福嗎？此時此刻，你問問他幸不幸福？你現在過得幸福嗎？不夠快樂。跟你在一塊兒過日子，他不快樂。他上次幸福是13年前娶你的時候，你們連情感內容帶來快樂都沒有啊！但是我堅定地認為你們倆應該繼續過一塊兒。為什麼？我不管是誰先這麼與眾不同的，當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把另外一個普通人也用13年把它变成另一種与众不同，俩極端的時候，這倆就是絕配。我覺得你如果沒有他的話，你這公司早就黃了。我沒聽說過哪個初創公司還沒業務收入呢，然後就把什麼各種員工福利整得這麼好。如果沒有他，你現在都站不到這裡。他都是陽謀，你卻在用陰謀。我不管是那個給他開的酒吧，把他的注意力、精力全都轉移出去，還是說你現在想要孩子这件事情，都不得不讓我懷疑你真實的目的在哪裡。如果一個人從裡到外就這麼坦誠的跟你去說，沒有任何的防備心，卻另外一個人啊，卻說呀，你去幹那個吧，你去幹這個吧，然後結果呢，陰奉陽違的，你說誰更可怕？好，這兩位肯定沒人要離婚，那我們做一個設定吧。先生今天有什麼訴求嗎？開放一點預算，稍微大方一點就好了。好，說個數。 800吧。
哎呦，也行，10来倍的翻了哈。这是个人生活800啊，公司财务，要不要自由度？楼在帮你争取呢，多少？费用金的20%吧。如果你同意，你就出来；如果你觉得老師說了很多，或者你經過思考認為我不要這樣的生活，你也可以選擇不出來。來，請回到各自門後。登錄微信，搜索“愛情保衛戰”官微視頻號，添加關注。每天晚上8點到10點，我們導師會來到直播間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更有機會連麥互動。有情感困惑的觀眾朋友呢，可以通過登錄微信，搜索“愛情保衛戰”官微的視頻號和公眾號，添加關注來和我們取得聯繫。記得我們不收取任何的報名費用，小心上當受騙。那麼剛才做的這個小小的前置的要求哈，能不能達成一致呢？我們來看看兩位的選擇，請開門。哎呀，你是笑起來很美啊？為啥？綜合了一下幾位老師的話，可以長，少長點。我就想說，哥們兒，從出門到現在，你都沒碰他，你還敢碰他嗎？拉上手，哎呦，聽得懂嗎？拉手啊！行嘞，那我給您撞哪兒？錢上的事兒不再說了，我希望你們更多的是談談情。給你們一點點時間，在現場表達下你們之間的情感。我很愛你，但是不知道過去的13年，可能控制得太嚴格。以後我會稍微鬆鬆手，然後稍微有一點讓你有點自由。今天我們倆來這兒，我個人認為是沒有白來，因為平常我在感情上不善言辭，我今天特別謝謝各位老師。能把我內心當中很多話都說出來了，我相信對我們以後都是有莫大的幫助的。哎呦，哎呀，抱會兒，別着急走，抱會兒，多抱一會兒啊！不說話，好好抱一下。好啦，亮燈吧！願你們的愛可以抵過生活的千難萬險，永遠都擁有這種愛的感覺。祝福你們吧！再見。謝謝老師。拜拜。謝謝老師。有愛還是好，是吧？都可以協調。看看下一對他們遇到了怎樣的困惑吧，請開門。本期第2對情感嘉賓，小趙，22歲，來自山東，學生；小劉，23歲，來自山東，主播。那麼，他們又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？感情中最大的問題，他總是精神控制我，還人前人後兩副面孔。他就是個渣男，天天在外面沾花惹草。他總是用極端手段威脅我，我現在想分手分不掉。為什麼要分手？我自己的男人我自己修理，為什麼要拱手讓給別人呀？你希望對方怎麼改正？要麼少管我，要麼好聚好散。好好反思下自己，別總把問題推到我身上。男生是想分手哈？對，我今天來就是為了和他分手的。原因是啥呢？就是在戀愛期間吧，只要我不聽他的話，他就打我、罵我、威脅我。真的，姑娘，你這比他矮那麼多，還能打得過嗎？打不過，但也可以打，因為我覺得我有辦法。這打人不對吧？這個肯定不行哈。這家庭暴力不光是指的家庭成員之間，只要是共同居住、共同生活在一起，都算家庭暴力。小心啊！所以你們倆要打厲害了，這可是要觸犯法律的。來說說具體的事兒吧。哎，我是想分手分不掉啊，他一直纏着我。你憑什麼說分手啊？你有資格說嗎？可這是我想要的嗎？啊，你跟當初一點都不一樣。哪裡不一樣了呀？當初他特別溫柔乖巧，可是後來呢，慢慢變得暴怒狂躁，情緒特別不穩定。舉一個他這個暴怒狂躁的這個例子。就比如上次吧，我跟我朋友出去喝酒，一個勁兒的給我打電話，他這麼一直打，影響我們的氛圍啊，所以後來我就把他拉黑了。那你就給我玩失蹤玩失聯是嗎？本來他喝了酒找不着家，每次都要打電話給我，這次給我拉黑了，我根本就聯繫不到他呀。然後發生了啥呀？然後他還立馬跑到酒吧來抓我，當着我朋友面掐我，
今天我没系扣，我就是为了让你们看看我这2个胳膊的伤。我看看啊，这是让你真的刻骨铭心的痛啊！我看看，哎呦天哪！哎呀，真的，真是留疤这么多啊！哇，一手啊！我的天，你下那么重手啊？那他自己他也不改呀，每次都是喝了酒然后找事儿啊。来，这问一下律师，这个咱们怎么去评估轻和重呢？在家暴当中，家暴没有轻和重这么一说。什么是家庭暴力很重要？打是，骂是不是？也是，冷暴力是不是？也是，精神控制 PUA， 甚至说在财务上的一些严格的管控啊，这些都属于家庭暴力。所以你这个肯定是算的了啊！再次敲响警钟啊！然后还有，他对我这样，然后他对我朋友就哭哭啼啼的，说什麼管不了我，還要讓他們看着點我。你說這樣以後，他們誰以後還敢跟我出去玩呢？不，那你出去玩帶上他不得了嗎？帶着他鬧事兒啊！不是，哎，小伙子，你不是一大學生嗎？你不用讀書嗎？天天喝大酒。他大3了，課比較少，你還替他說話。可是我出去玩也沒問題吧？我不是你媽，我沒法說。哎，反正聽着就淨喝酒了哈。然後他不僅和他那些朋友鬼混是吧？他還和一些異性曖昧不清。上次他跟我出去吃飯，然後我們在地鐵上嘛，他就開始拍照打卡。到了那個飯店裡面也開始給飯拍照了。只要男生出這種行為，肯定是有鬼，對吧？分享給別的女生。對，他轉手發給他前女友了。啊，那天晚上他睡着之後，我直接打開手機一看，全是給他那前女友發的。我就感覺你從來不跟我說這些，你跟他倒是說了。那我也沒跟他聊什麼過分的事兒吧？那你發這是要幹啥？交流而已啊。前女友交流？那這不是之前碰到了嗎？前女友是不是對你還有意思呀？他前女友跟他還有這種沒有了的情緣嗎？他也不跟我說呀。然後那怎麼懲罰吧？他這人又特極端，他轉手給我發校園牆上了，把我和前女友的事都說了。然後下面就好多人罵說渣男。對對對，就這個樣，我就要引起輿論。哎，一開始我還不知道這事兒，後來還是我朋友跟我說的。我就是要讓他那些同學呀、朋友都知道他是什麼一個人，在他學校裡都還避而遠之罷了。不是，我問一下，他前女友給他回話了嗎？回呀。哎，我這還得問一下律師，就把自己男朋友和別人的聊天就公諸於眾，這有侵權的意思嗎？這不是侵犯人隱私權嗎？你知道現在有一個法律叫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嗎？你知道這件事還關聯着治安管理處罰法嗎？這是要受到行政處罰的。就是不能是你覺得你男朋友做了你認為很渣的事兒，你去報復他的方法是觸及法律界限的，這個是千萬在愛情當中、戀愛當中，這是最底線的底線了，是吧？他當時一直沒意識到這個嚴重性。嘿，你先說你別和前女友曖昧不清啊！你們倆我都服了。當時他跟我說了，他要改，半天沒改呀，屢教不改。然後他呢，不僅這樣了，現在又開始跟女生一起打遊戲了。那不是你冤枉我嗎？就那次吧。我跟我朋友在家打遊戲呢，然後我這個朋友吧叫了一個女生，這個女生吧我不認識，然後我全程也沒跟她講話，可巧就巧在，哎，她下班回來的時候正好聽到這個女生講話了，二話不說呀，一把我手機奪走了，摔得稀碎，摔門就出去了。我是跟她後面一邊解釋一邊道歉呢，結果她還不理我，還反手打我。當時她一直求我說能不能諒解一下她，回來之後她還是不改。是不跟女生打遊戲了，又換成了給女主播刷禮物了。本來我上班，他上學，手頭就緊，現在緊上加緊。那咋了？這是我自己錢吧？這男生一副我就這樣，你要咋？分手呀？分手呀？你到時候和我分手呀？我就這樣。最主要的是他還打我，他打你了這回？對，我打他，誰打誰呀？你不清楚嗎？啊！當時他打了我一晚上，我都又受不了了，我推了他一下，然後他就說我打他。我求你們倆，要不咱分手吧？你們倆怎麼天天不就是打呀？要麼侵犯隱私啊？是吧？我覺得您說的有道理。你看他就這樣，他其實說我就這樣想分手。哎，那你咋還不分手呀，姑娘？因為我覺得我之前和他挺好的，對我也很好。之前剛開始的時候吧，我們倆一起租房子，無論多高多遠。還有多晚他都會來接我，並且住在9樓嘛，他也就把我一起扛上去，我感覺他對我也很好的，後來慢慢就變了。哎，你們雙方父母知道你倆談戀愛嗎？我爸媽知道。我爸媽不知道。你媽知道你總被揍嗎？知道，她也支持啊。我該揍。你真是欠揍！哎呀，我愁死了。你媽怎麼說的？關於你們的愛情？
他就是个双面派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妈妈面前，他就是个小天使。跟你们说，我们还真采访了男生的妈妈，听一下啊，来。哎，阿姨您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您对他们两个的感情怎么看呀？他们两个最近在闹分手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这个事儿我知道，我也知道他俩最近老就是为一些事儿闹别扭。我内心真的不希望他俩分手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刘这孩子吧，又懂事又会拿捏分寸的。我儿子真的从小谁都管不住他，只有小刘反正能治他。而且人家小刘吧，也不是蛮不讲理的孩子，也不会说拿着鸡毛去当令箭。我是觉得我儿子真的有好多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我想去就是说他，希望这个小刘能多多的包容包容。但是现在是您兒子在鬧分手啊？你說他還想就是要什麼分手？小劉多好的孩子，他要敢分手的話，我跟你講哈，我沒有這個兒子。聽見了吧？連我媽都淪陷了。哎，我聽起來是你媽覺得你長大了更管不了，你打不動你。哎，不是，交給下一任繼續掌棒。現在他們倆一夥兒，我腹背受敵，多可怕呀！哪有媽媽不愛自己的孩子的呀？這世界上除了我和你媽愛你，還有誰最愛你呢？你不聽我倆的，你想聽誰的呀？哎，姑娘啊，他有愛你的地兒嗎？有，一開始確實非常愛我。你說現在？現在的話，我覺得也愛我呀，只不過可能方式變了吧。但我就是喜歡他。我愛嗎？你不愛他了？你剛才這反問意思就是我不愛你。對，我是來分手的。啊，那肯定是因為不愛了哈。我覺得他現在就是故意在整我，你知道嗎？自從得到我媽支持以後，你猜怎麼着？我媽把我生活費全部交給他來保管了，我出門1分錢沒有啊！哎，我就連買瓶礦泉水我都要經過他同意啊！你就走了就得了唄，怎麼還來我們這兒分手了？您不知道他多極端呢？他用了什麼？他知道我學校，知道我家，知道我任何事兒。他鬧過嗎？對，他要麼就去我家鬧，要麼去我學校鬧。鬧過嗎？我跟他說分手，他跑我宿舍樓下，就喊我名字，你知道嗎？那次我讓他給我煮碗泡麵吃，這不過分吧？哎，結果他怎麼着？他把我臭襪子在泡麵底下一塊煮給我吃了，多惡心呢！當時我跟他說了，我說我下班晚回來之後，你能不能打掃下衛生？我推門一看，不僅沒打掃，反而更亂了。我就納悶了，這個襪子怎麼就能放在灶台旁邊呢？誰安排的呀？正好我心生一計。哎，姑娘，都這樣了，你還不願意分開嗎？我就是不想分，我就是喜歡他。那他如果就是一直這樣變下去，只能越來越不好，你怎麼辦？那我想和他在一起，只要他願意，我就願意。那他要不願意呢？他不願意，我就跟着他。馬上要畢業了，那工作有安排嗎？不光我們性格不合適啊，我們這個未來也有分歧啊。你說說。他是當主播的，他有主播夢啊，以後想去杭州發展。而我呢，我在山東，我爸媽可以給我安排很好的工作。那就讓他去唄。但是他媽媽說過了，如果說我去南方的話，也可以讓他跟我去南方，沒問題。如果他想留在山東的話，他媽媽也說他在山東，我也給我安排一份工作在山東，也都可以。反正你就是要跟着。對，我就想跟他在一起。您別這樣行嗎？您不是有主播夢嗎？南方可是資源很好啊，你為啥因為我留山東呢？但是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呢，這有什麼過錯嗎？沒事兒，我不跟你分手，沒事兒。你去吧，你就去吧，行嗎？那你為啥把我拉黑呢？你能和我好好說嗎？不跟我商量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我拉黑你，你就找我導員嗎？那次我拉黑他之後，他立馬找我導員，然後我導員給我打電話一通臭罵呀。我感覺我在我導員眼裡是個很好的小伙子。所以你看啊，不知道是什麼導致你們從最初彼此喜歡走在一起，到今天就變成男生一個勁兒的想跑，女生一個勁兒的不同意。那這種感情有必要繼續嗎？小劉哈，你記着一句話，這愛情像沙，它攥得越緊，它流得越快。你現在要考慮的一個問題，不是放過他，是放過你自己。小趙是吧？就是你想象中的美好的愛情應該是什麼樣的？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空間嗎？啊，第一個是空間是吧？對，還有相互尊重嘛。尊重啊。還有呢？我覺得這2點就足夠了。你至少得快樂是吧？對。你現在快樂嗎？我現在壓力很大，我現在整個人都是崩潰的狀態。我是來求你們勸勸他，行嗎？讓他跟我分手。但是我就是不想分。你聽我說，民法典時代，
有分不了的手吗？你自問一句，你在这段感情里，你認為你做的那些事兒出不出格？出格，出格了。那你出格，自然會給人帶來不快樂。在他心裡，這些東西不可逆了，沒有愛了，這是關鍵。他為什麼能夠這樣肆無忌憚？你給他的籌碼，你給他的自信，你知道他現在心裡想什麼了嗎？他現在已經做好了準備，要開啟一份新的戀情。我這麼說，你信嗎？如果現在不放過你自己，接下來你會受到更大的傷害。謝謝侯律。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師的觀眾朋友呢，有個非常簡單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啊。我們去關注天津離婚律師侯元轩、唐鑫律師的抖音號，您有法律相關的問題呢，都可以前去諮詢。為什麼他母親喜歡你？我光看你的外形，我也很喜歡你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覺得你挺甜美的。我真的想象不到你私底下是那樣一種癲狂的狀態，反差太大了。男生哈。你現在是不是有人了呀？沒有，我就是受不了他了，分手嘛。哎呀，你比較貪玩花心，而且和前女友曖昧不清，真的不應該這樣。咱這個女生來說呢，真的我覺得你有點可怕。剛才我看男生滿手都是那個疤，讓我挺吃驚的。最主要居然能夠把襪子放到泡麵裡邊，太惡心了。從大事來說呢，你又是挺有心機的，在他母親面前步步為營，能夠獲得他母親的信任，我想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。真的，姑娘，你挺漂亮的，你人格有點危險，這真的，你放過他吧。我都覺得姑娘不是說放過這男孩吧，你放過你自己吧。對，放過自己吧。你都不是說對男生造成了危險，我覺得你自己好危險啊。你哪天真的這種肆無忌憚的發洩你的憤怒，那他是這種嘻嘻哈哈的，或者算了，我不跟你計較，我頂多擋一下。你要遇上別的男的，一個耳光上去，你耳膜就穿孔了。他是還算能控制自己情緒，他真跟你動手還手的話，你在眾人面前不給他面子，你掐他打他耳光的時候，他還手給你個耳光，你就可能受到更嚴重的傷害，你們的生活就徹底跌入深淵了。咱先不說男生其他的問題啊，從這一點上他沒有還手，我覺得還是明智的哈，否則釀成大禍了。你把自己身處在這麼危險的境地，你在考驗人性嗎？男生，你相比他來講，你還稍微好一點兒，你反正玩世不恭，嘻嘻哈哈，你挺自洽的。但是你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也會毀了你自己。他如今這樣，一方面他性格個性有問題，一方面是你把他逼成這樣。如果你不喜歡他，你就從一開始就告訴他，大4了，規劃一下自己的人生，別瞎玩瞎混了，做一個好男兒才值得被愛。謝謝。小劉，我問一下，他現在22歲，大3，沒什麼錢，反正媽媽給嘛，沒事就出去跟朋友們喝醉。他將來走上社會，他開始有了自己的社交以後，他1個月會醉多久？你告訴我。可能天天吧。然後你怎麼辦？我就觉得我能管他。不是，他你確定現在你管住了嗎？我現在真的管不了了，但是我就是想，他為啥會變成這樣？他不是我想的那個樣了。你為什麼非得管他？他當时跟我談的時候也特別的好。因為你的人生很無聊。我感覺我的人生只有他了。是的，除了他之外沒正事兒。這誰能攔着你？我人生就一件正事兒，就是要管身邊這個連媽媽都放棄了不想管的這男孩了。你想象過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男孩他不用管，他會在芙蓉樹下給你念情詩？你想象過嗎？我跟你講啊，一個人對愛情的追求跟眼界相關。如果你沒見過，你身邊的人都沒見過，那有些愛情你想都想不到。那身邊這個起碼打他那麼多次他不還手，這個就是最好的。這一點小趙不錯，被打成這樣居然沒還手。你還手都叫正當防衛，你渾身都是傷口。
這就是你们的爱情，这就是你们这一生很美好的回忆之一，就是这些嘛。如果你们可以，我尊重，我真尊重，每个人可以给自己的人生画一个底线。如果你们觉得这就是你们的愛情了，我尊重。小劉，你覺得這就是你的愛情嗎？就是一個管不住的非得管，明知道沒錢都這樣，有錢了怎麼着都不好說的一個人，擺明了當着所有人的人，他用示眾的方式說他不愛你，你還要卑微的在眾人的目光當中去哀求嗎？小趙在現場，你一直帶着那種很高調的笑容，我能聯想到那兩句話。我媽媽給我在山東找過工作，我畢業了以後，每個人成長的氛圍不一樣。你現在呢，就是很輕鬆，好好享受這個輕鬆。希望今天我幫到你了，謝謝你。注意，他又一次示眾，跟你分手對他來說是一個多麼愉快的經歷。你再重複一遍，謝謝。我希望今天我幫到你了。哎，你看我入戲快，我立刻就重複一遍，你也 repeat 來。我希望今天我幫到你了。我太謝謝您了。我講完了。姑娘手段挺狠，但是目標非常準。男生，你有什麼資格喊冤呢？如果他是一個溫柔賢惠的，我告訴你，早被你吃乾抹淨，然後甩掉了。你的母親啊，是看人最準的。你母親知道誰對你是最好的，你只知道誰能讓我爽。他不給你把那個襪子泡麵讓你嘗嘗髒的滋味嗎？但是你拿他的感情泡麵讓他吃了這麼多年的垃圾。他的這種所謂的控制，所謂的極端，不都是被你逼的嗎？那是針對你的一個戰術啊，你就缺這個。反而我覺得他現在有點行俠仗義的那種感覺，因為有這個女生在，你霍霍不了其他好姑娘，你就該被人治。好，兩位請回到門後啊。最好都別出來了，請回。登錄微信，搜索“愛情保衛戰”官微視頻號，添加關注。在每天晚上的8點到10點呢，我們的導師會來到直播間，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更有機會連麥互動。那看看這對年輕人他們的選擇會是怎樣呢？請開門。最好就都走了哈。哎呀，這個結果還是挺寬慰的哈。希望今天兩位的離開啊，是未來健康、快樂這個生活的開始啊。下面讓我們一起進入婚戀新說法。在離婚協議的過程當中，對方因為財產分割的問題，多次在冷靜期反悔，這個問題怎麼解決？我們今天就教您個小妙招。那就是在簽訂離婚協議之前，您需要簽一個婚內財產協議，把你們離婚協議當中就財產分割的問題怎麼商量的這個方案，通過婚內財產協議給固定下來。如果對方在婚姻冷靜期當中反悔了，那麼您可以直接拿着婚內財產協議去到法院訴訟離婚。如果這個協議不知道怎麼寫，可以聯繫我們。感謝老師們的分享和觀眾朋友的收看，我們下次節目再會。